和尤昌发一起遨游音乐世界。创作者：尤昌发，制作者：谢朝忠。谈发声法的变化和选择。这也是一篇应该直接寄给学生的信，也是觉得内容值得跟大家分享，就公诸同好了。某某学弟，上一次跟你提到了民族跟音乐风格的问题，今天再跟你谈一下声乐发声法的变化和选择。因为上一次你跟我说，国内的某一些年轻歌者和学生，对发声法有他们的选择。说到发声法，在西洋音乐里，是有不变的基本原则的，虽然，仍旧是有基本原则之外的变化。基本原则是，发声的动力是横膈膜。不管驱动横膈膜的方法各家不同，但发声的动力是横膈膜是共识。发出声音的是声带，但声音不能被卡在声带上，而受到阻碍。声波由喉头往上送到不同的共鸣腔产生声音。至于共鸣腔在不同的音色音高上怎么运作，则各家有不同意见。所以，发声法是有选择性，而不是绝对如何的。但上面我们说的，是有一定不能够违背的基本方法。音乐的声音没有实际的证据是说不清楚的。以男高音来说，大致从 Caruso 1873到1921，到 Bjorling 1911到1960，再到年轻的 Pavarotti 1935到2007。这些有录音的大师，虽然声音有粗细的差别，但是一致的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从来不是拼命冲音量的。好的歌者通常都有大的音量，但是他们唱大声小声的音量都是控制自如的，不会给人乱冲大声的印象。而且，不管高音或者低音，他们的声音永远是连贯在一个抛物线上，音量也不会低音没有声音，高音拼命大声。这就是声音的选择，你可以唱得像 Caruso， 也可以唱得像 Bjorling， 但声音不可以卡在喉咙，共鸣位置也不可以忽前忽后跑来跑去。至于拼命冲大声，只有完全外行的人才会这样干的。声音绝对一定要完全从横膈膜发出来。用喉咙帮忙的人其实是应该从头做基本训练的。我的这些说法，应该不是什么严格的要求。我在维也纳6年，听过至少300场歌剧演出，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出名或者不出名的歌手，没有人不是我刚才讲的样子的。